大家好，我是演员肖战，在电影《德贤景致》中饰演莫德贤。当你的家人跟家园受到了严重威胁的时候，他们已经触犯到你的底线的时候，必须得拿起自己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家园跟家人。就是打哎，有口水吐口水，有抛开抛。我是演员周依然，在《德贤景致》里面饰演夏成。他很简单，他就是想过好自己的生活，过好一家人的生活。总你们吃口热饭。Hello， 大家好，我是彭昱畅，在《德贤景致》当中饰演萧衍。没有了退路，咱们骨子里的韧性和血性崛起，保家卫国，保卫脚下的土地。弟兄们，杀！但大师不是叫他放下你。德贤景致中，我觉得是德贤对于自己这个匠人精神的一种体现吧。就像我以前学画画，我会在我的画上面去落我自己的一个名字，就等于说这是我精心打造的，这是对我自己的一种认可价值的一种体现。那跟日军送旗杆的那一场戏，我认为其实德贤把他自己也变成了他的德贤景致的那个作品的一部分，因为他其实他要把自己也献祭给自己的这个作品，然后与侵略者同归于尽，来换取自己家人的安宁。就是宝宝依偎在你这儿的时候，你就有一种本能。我们有一次拍戏是全场就等贤睡着了才能拍，不然他会一直哭。对。然后我的压力贼大，因为在我身上嘛，我要把他哄睡着。然后其实拍到后半部分，我都能把他哄睡着了，对，就已经有那个技能了。嗯，我抱上他，我就有那种本能的。真的有那种，真的有，真的有，就是会很喜欢他，很爱他。因为他经常抱着，然后我们就在旁边嘛，我们就会可能会等戏的时候会聊什么的，他就会，对，然后他们就，对，我们就想逗他，很可爱，可爱。日军，对，然后他在那个门口，他要进来的时候，你跟等贤，哦，然后我不是大叫的时候，我说那个我在这边来杀我呀，然后我就跑，然后我说您藏好啦，对那场戏，我听到他喊了嘛，然后那个人就走了，我就知道可能去追他去了，然后就紧接着枪声，就不知道他是死是活，说实话，直到他听到他的呐喊，让我们藏好，就绷不住了，知道他还活着。我在这边，来杀我！藏好了！他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但是他最丢脸的时候被德贤看到了，然后但是自己又有求于他，不得不找他。带着防空炮的队长才会跟一个钳工，对，因为他会修炮，所以就一直交织在一起吧。当侵略者来了之后，当自己想保全的兄弟牺牲之后，想看到了太多人和事吧，然后包括他最后放下自己所谓的面子，去真心诚意的向德贤求教，请指教怎么打，再到最后完成他的人生的一个觉醒吧。各之战，于今日在灰烬中出生啦！反正都已经这样子了，有本事你下来！那就来打一场死人打的仗吧。就这样子不，反正已经这样子喽。德贤他是一个小人物，他是一个普通的一个老百姓，虽然他是一个钳工，但是他的这些技能在岁月的这个长河里面，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面，其实微不足道。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他有一种深深的无奈感，就觉得我能做点什么，但是好像我也无法去改变这个周遭的这些环境。大家看过电影就会知道，他的台词在后面发生了改变。他说了就这样子吧，反正都已经这样子了，然后再到后面说就不这样子，凭什么这样子？在德贤的这个带领下吧，我觉得，因为德贤给了他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让他直观的看到了其实一味的逃避是没有用的，所以他也完成了自己的一次觉醒。他在最后也是拿起武器开始反击。因为萧衍他是一个一直都很要面子，然后非常想要把自己弄得很得体的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最后我拍那场戏的时候，我们就趴在那个废墟里，鹏鹏就躺在我面前，我就看着他，其实我真的是有点难过，就是这么好强，
要强要面儿的这样的一个人，现在在我面前就像一张被揉碎了的一张纸一样。所以当下其实我是很难过的。所以我们走戏的时候我都没有这个感觉，我在拍的时候，他最后去萧衍这个角色最后离世之后，我要给他合上眼睛，但是我在合之前，我突然看到我的手特别脏，所以我就在我的胸口上抹了一下，然后再给他合上眼睛的。这个完全就是当下对手或者这个场景给予我的一些刺激跟反应，然后很随机很临时的。对，然后我也看到导演他把这一条放到了正片里面。不能杀了他们，我们的家人能活。有几场戏拍完，我内心是挺沉重的。回酒店的那个路程上，因为我们路程其实很长，要1个半小时，我都一直还在那个戏里面，久久不能平复。所以我反而我这样的感受更加让我认识到，真实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这一段时间、这一段日子里面，他们的精神压力可见是有多大。所以更加也让我意识到了，我们能拥有当下的这么幸福和平的生活有多么的难能可贵。就是大家其实都是老百姓，但是凝结起来的那个力量非常强大。我们不惹事儿，但是我们也不怕事儿。我们拍的时候也给我们所有的演员上了一课，就是勿忘历史，但是也是珍视和平。